结婚5、6年了，是吧？是我们08年认识的，08年年底我们就结婚。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是吧？对。男孩还是女孩？男孩，跟我前妻。离婚是谁提出来的？那时候吵架，可能2个都有点想离，就去跑去民政局不是，是这样的，吵架了还打架，动手了。对。离成了吗？1月8号离的。其实一开始离婚，我就不打算真正跟他离。儿子5岁了，也挺懂事的。然后我觉得他这几年对我也挺好的，我就特别想跟他再复婚。一段婚姻走到了如此地步，一定有他这个婚姻内部的一些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你动手打女方，对吗？对。因为女生聊 QQ， 你就把她经营的店也砸了。为什么要砸人家的店？因为那段时间他老要跟我闹离婚，我就怀疑他可能要么就是网上面有跟人聊，或者怎么样。后来我就看了他那个 QQ 上面有一个标的是他哥发了一条那个很暧昧的短信，那我可能一下子一冲动，我也没问他，我就直接把他那个柜台给砸掉了，就这样。其实那都是人家在那个空间转载复制发过来的，那篇日记现在还在我空间里面呢。如果说就是一次动手在气头上的话，那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据我们所知，其实还因为你上网玩游戏，他也动过手。是的，那年特流行偷菜，我就偶尔晚上有点晚睡起来偷菜。那不是偶尔，晚上都是玩到3、4点再睡觉，中午睡到中午再起来。那你也不能那我也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完了我就动手，你想一下，那起码有好几个月，对不对？那就没把我当老婆那种心疼，当我当老婆就不会那么用力打我了。据我所知，在你儿子出生的时候你消失了，你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我儿子已经先出来了，然后我看了儿子，我特开心，我马上跑去订餐了，就忽略了要去陪我老婆这样子。他家那个时候特喜欢一个男孩，那刚好我生了一个男孩，我小孩先出来1个小时过后我才下来。我那时候我特渴望我从产房一出来我就能见到他，可是我没见到他。主治医生问我你爱人去哪了，我没办法回答。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性情所致的一时疏忽，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时间就可以抚平这一切。但是据我所知，并不是这样的。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异性有过暧昧的交往？这个可以这样说吧，有出过1次轨，但是他说了，只要我说出来，他以后就这件事就当没有，然后我也保证了。你在什么期间出的轨？在我老婆坐月子的时候。这件事情你向他坦白了？对。你当时原谅他了吗？原谅，因为他跟我说以后再也不会找了。后来真的像你承诺的那样，再也没有这些事儿了吗？对。我没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是一直把我放在跟他妈妈一起生活。因为那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上班，差不多1个礼拜都会回一趟。你的工作单位离家有多远？1个多钟吧。1个多钟头其实并不远啊。但是就是说来回的话比较不方便，毕竟没车要出去坐车，有时候转车也比较麻烦。你爱你的前妻吗？我爱她。如何解释你爱她又出轨又动手打她呢？出轨那个事我已经跟她解释了，打人呢，我承认是我的错，这个确确实实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打她。包括这次离婚也是因为这件事。结婚5年，你觉得过得幸福吗？我觉得我跟他同甘共苦，把债还了。房子5层楼建了，刚好封顶的那1个月我们就离婚了。中间3年确实过得很好，因为我这种人能把一切不好的去掉，我总是回忆他好的。我们离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他爸爸妈妈说的那些话，我就坚决跟他离了。他父母说了什么话让你下定决心跟他离婚？他妈妈说要离婚可以，我生的男孩是他的孙子，必须留下给他。他说如果生女孩才能给我。然后他爸爸就是说叫他跟我离婚，不要跟我这种女人过。其实我很孝顺他父母的。林先生，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的前妻有这么大的意见吗？
可能就是看我们两个吵架吵得挺厉害的吧。他不是，那就是比较对我，他是对他每个子女都那不是，那是这样的。平时我爸妈其实也对他也算可以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吵架要报警怎么样，我爸就比较气，就要我们去，就是说要离婚。毕竟我们农村夫妻吵架没有听说有哪个要报警的。下面要问两位共同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儿子，你还复婚吗？不。如果没有这个儿子，你还复婚吗？不会复，因为他父母那样了。既然你的父母那么重男轻女，为什么会把这个儿子给女方带走了呢？一开始我是不打算离，所以说他提出来条件我都是答应他的。我们假设要复婚的话，你会跟他提出什么条件呢？条件第一就是他能自己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听他妈说什么就打电话来说我。第二个要求就是他父母必须去跟我父母双方两方双方坐下来沟通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了，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自己过。三就是绝对不能再动手了。林先生，我问一下啊，存在分家的可能性吗？我们已经本来是有打算的，我就想现在农村先把房子盖了，再打拼2年，我们去外面买房子，到时候就不用跟我妈他们住一起。你让我最难过的就是这5年同甘共苦都过来了，所有的债都还了，现在有能力没还该还了，就走到这一步，这让我真的很难过。我这一步我真的是没想。那你知道我平时我上班我也挺勤奋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在赚钱。听明白了。我相信各位老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跟他们去交流。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到了很多关键词：家暴、出轨，原因其实很简单。抱怨最重要的2点呢，一个是在怀孕期间觉得老公对自己不够体贴，而且就是说有些人啊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觉得哎呀好高兴的看见儿子特别欣喜，然后就把老婆给忘了，然后真的我的那些女朋友发生过这种情况的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我觉得也提醒一下，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照看你的太太，所以先给各位老公提个醒儿。至于他们俩之间，我能看出来，这位太太其实心里是有一点不舍的，更多的呢还是不安心。他说的那几条，我不知道你能做到多少。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结婚头2年，我确实比较听我妈，后面我也慢慢改了。我也没什么事就跟我妈说，这个你也知道吧。可是这3年改了好了，怎么那天又打我？我现在特别后悔，那天要是再忍一下，就这样过来也不用离婚。我每次给儿子打电话，我也特别痛苦。他就说我要有爸爸有妈妈，所以说我现在特别后悔。所以那你太太说的那几个要求，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我先问你俩问题。第一，你心目中的女朋友或者说妻子是什么样？就是过日子这样呗。第2个问题，她是你心目中那个妻子的形象吗？其实
真正等到你说实话，是还是不是？是吧？真的？是。资料上有写，你对你女朋友的条件是身高1.6米以上，有没有？有。你身高多少？我1.5米。你们俩在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不和女方走在一起，有还是没有？刚开始有。你一直觉得她很矮又很胖，有没有？刚开始还没结婚那时候有。在你和女方刚开始谈的时候，你还去相亲了。对。家暴的男人啊，通常都是怂人，没有本事打天下，只有本事打女人。你连敢说一开始不爱她，你都不敢说出来。对，我一开始是确实不怎么。你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嫌弃、不满，和她开始谈恋爱，在一块儿别别扭扭的，始终心里就对她不满。最过分的是，你自己把这种鄙也传递给了你的父母，让她在你的父母心目中也没有地位。现在想复婚，为什么？你以为离完婚之后一帆风顺，过得怎么样？肯定是一塌糊涂，又回来了。女方，你的姿态应该强硬起来，是唯一能够解决你们俩之间矛盾的事情，让他看得起你。如果他对你丝毫没有爱意，也不太可能。至少有这么5年的感情了，也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应该让他管好自己的手，管好家人的口，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职责。考验他，他做到了，吸纳他；做不到，不好意思，我们自己能过得很好，为什么要跟你过？初中的时候，总想着和自己喜欢的女生能够同住，但总是不如愿。后来分了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她木讷，但是她善良，时不时的会给我记笔记，但我还老是刁难。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是因为她对我好，所以日久生情。所以我总是纠结着，知道这是个好姑娘，但就是不喜欢，坐在身边就是不舒服。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个学期，1个学期之后她转学了，而我那个时候又非常贱，我又有点思念她，所以说有的时候日久生情大概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日久可以生情，但是断然是生不了爱的。类似于你们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想不清楚2个问题：男生为什么明明不爱，却偏偏要挽留？女生明明失望，却为什么还要逗留？我想不过是3个原因。男生一面在打她、嫌弃她、抱怨她，甚至出轨，为什么还要说我爱她？我想就是日久生情的惯性，因为日子相处久了，虽然不喜欢，但这个女生毕竟不错，孝敬父母，同甘共苦，也走过了这么些年，但是不爱就是不爱，所以打起你来毫不留情。爱一个人，在很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看出来的。和自己所爱之人，你明明这手已经扬起来了，你偏偏打不下去，这是爱。而所谓的同情，又或者是平日里的日久生情，只能表现出平时生活当中的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男生对于女生是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突然之间要抽离，他会不习惯。而女生呢，不是惯性，是奴性。在整个的婚姻生活过程当中，你是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你却努力想去改变，所以你努力的孝敬他父母，努力的赚钱。但是虽然可以得到他一时半会儿的关爱，但是在关键之处的时候还是不爱。可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了自我。你说你收藏了我很多语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对于伤害我们的人的原谅，1次是痴情，2次是包容，3次就是犯贱。你们俩在一起持续到今日，大概还有第3点原因。我不说孩子，而是因为男生心目当中真正理想的对象没有出现。如果心中那个完美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你们俩之间大概不会有再多的瓜葛。但是以男生这样的条件和想法，那个人永远不会出现。在生活当中，永远只有你，你永远处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不符合我的形象，又还可以过日子，可以。所以说，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一开始的将就。婚姻是不可以将就的，
有些人买了一件不称手的东西，买回家边用就边骂，边骂还一边用，等到哪天这东西丢失了，他又觉得这东西丢了太可惜的。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男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不可原谅的。家暴，不要说这么多次，1次就不可原谅；出轨也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你们之间是没有复婚的基础。如果你们还是因为他的惯性和你的奴性在一块儿，因为不甘心的心态要在一起再凑合着往下过，我相信这个孩子会更加痛。编导刚才在开始节目之前到我这儿来说，他说：“涂老师，女生说了，你让他分手他就分，你让他不分他就不分。我做不了你的主的，你只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你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太不做自己的主，太不把自己当人看，所以你才会落到今天这副境地。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一开始的将就是一次错误，后面的彼此想要改变对方就是错上加错。一次错不是你的错，一错再错是你的过错。不要因为你的过错让自己的幸福再次错过，这就是我对你的祝福。就这样。如果从纯理性和一个都市人的角度来说，我真的认同，一定要分。但是如果把他们放回到他们自己生存的那个空间里和那个环境里去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自己独立的起来吗？自主的起来吗？我是打问号的。甚至以这样一种方式回了娘家，他如何在乡里乡亲面前抬起他那个头？如果纯从理性的角度，这个婚姻真的不能要，因为大家都分析到了，在这个婚姻里没有爱。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现实性里来说的话，这个婚姻可能对2个人来说都丢不起，所以最终的主意真得你们自己拿。希望你们考虑现实性，先生能不能做到妻子的要求，前妻能不能放下一切重新开始。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一起进入黄金的老婆，其实这几年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也付出很多，现在你看一下儿子也这么懂事，我们一个家也不容易。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给儿子一个机会。我想如果以后过下去，我们应该会过得比现在幸福。我现在挺纠结的，提出了4个要求，我没听到你承诺。我想接下来不是用我嘴巴承诺，要用我实际行动来承诺。好，2位请交换秘密，来。来，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支持他们在一起吗？如果支持，选赞成；如果不支持，选反对。各位，请选择。现场80%的观众不赞成他们在一起，我们听听大家的理由是什么？我是反对票。理由？我觉得一个男人对家没有责任，对媳妇儿不好的话，不要去成立家庭，不要给彼此一个伤害。按照实际情况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依然赞成他们在一起。他们整个环境的一种社会伦理啊，整个东西，如果他们分开了，他们再想各自组建家庭，未必能找到比现在更合适的。您的意思就是向现实低头呗？也不算是，有时候妥协可能反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好，谢谢啊。我今天其实挺矛盾的，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竭力2、1，请开门。这个，先看女生的这个箱子啊，我可以回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的要求。
我不愿意跟你妈妈一块儿生活，我希望我们可以买房子，一起出去住。如果你不答应我，我没办法跟你和好。那么男生的箱子里是什么吗？我们看一看。男生写的：老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离婚后，你妈曾经给我打过电话，咱儿子在电话里一直跟我哭，要我回家，要我回去给他买好吃的，要我回到你们娘俩身边。我希望你能回来，给咱儿子一个完整的家。为什么你要出来呀？我一想到不好的，我就一直很伤心。我一想到好的，还可以，就算我结婚这5年，我衣服也不用自己洗，早餐从来没煮过，都有好的时候还特好的。来，先生告诉我，有可能搬出去住吗？再奋斗2年，我们打算出去买房了。你能保证，从今往后再不对他动手吗？不管发生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在这边保证，可以说是，你必须保证。我必须保证，但是我觉得应该以后用行动来保证，比现在来保证更好。好，用行动来保证。我相信，最爱的人可能是你的宝贝儿子。你下次再想举起手落下去的时候，想一想，有可能你的儿子就在看着你。你每下的一次手，将来他也可能扬起来。你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那样的话，你就继续打。不需要。来吧，有请小花童。